你可能沒有覺察到，我們對很多動物的認知其實都錯得離譜。就拿農村裡最常見的癩蛤蟆來說，卻只因長得醜，人類就用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直接把它釘死在自不量力、卑微下賤的位置，不但遭人嫌棄，還成了被欺負的對象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塔爾后腺分泌的乳白色物質叫蠶酥，是能入藥的名貴藥材。也很少有人在意，一只成年蟾蜍一年能吃掉上萬只害虫，治虫的效率甚至比青蛙還高。它昼伏夜出，躲在田埂草叢溝渠邊，不爭不搶，默默護着莊稼。除了蟾蜍，豬同樣因為長相的原因，背了太多不該背的罵名，蠢得跟豬一樣，幾乎成了默認羞辱。可真要論認知能力，豬可能是被黑的最慘的動物之一。在多項動物認知測試中，豬的學習能力、記憶力、問題解決能力完全不輸給很多犬類。而且豬其實非常愛乾淨，所謂豬圈髒，並不是豬的選擇，而是被擠在狹小的空間無奈的結果。在空間足夠大的情況下，豬會明確劃分區域，睡覺的地方、進食的地方、排泄的地方，彼此絕不混用。如果条件允許，它們甚至會主動把排泄区挪到離休息区最遠的位置。還有烏鴉，也是因為一身黑色的羽毛被人類誤解了千年。人們總覺得烏鴉的黑色是不祥的象徵，但在古代，它是祥瑞的三足金烏，是棲息在太陽裡的神鳥，代表光明、秩序與輪迴。烏鴉的黑並不是單調的黑，而是五彩斑斕的黑，在陽光下會閃着金屬的光澤。不僅如此，人們還總把它們的出現與災難聯繫在一起，但其實烏鴉對環境變化極其敏感，大型災害發生前，它們往往會提前遷徙、聚集，發出異常的鳴叫。這種提前出現卻被誤解成了災難是它帶來的。烏鴉不僅不是害鳥，相反，它的食腐性可以清理屍體，減少細菌擴散，切斷瘟疫傳播鏈。而跟烏鴉同屬鴉科，被人们譽為報喜鳥的喜鵲，在現實中卻並不總那麼友好。喜鵲的領地意識極強，尤其在育雛期，攻擊人類的事件並不少見。它們是典型的雜食性鳥類，經常破壞農作物，啃食莊稼，所以孰好孰壞，真不好一概而論。還有狼，在人類敘事裡，狼往往是兇殘、狡詐、冷血的代名詞。可在真實的狼群中，狼反而是掠食動物裡秩序感最強的一類。它們並不會無意義殺戮，捕獵失敗就會撤退，不會為了逞強犧牲同伴。狼群內部分工明確，又載由整個族群共同撫養。所謂狼心狗肺，其實是人類把自己的恐懼投射到了狼身上。所以你會發現，我們對動物的誤解往往源自同一個毛病，以貌取人。長在我們審美裡的，哪怕危險，也被稱為可愛；不符合審美的，即便默默付出，也被貶低、污名化。我們習慣用人類的視角給動物的行為貼標籤，卻很少真正去理解，它們有自己的邏輯、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及自己的價值，自然不需要討好人類。每一種動物都不是為了取悅我們而存在。當我們放下刻板印象，不再用情緒和偏見去定義生命，你會發現，這個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溫柔得多。